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9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算是在第二时间了啊，这个为大家带来 vivo 蓝厂啊这个发布的 S18 Pro。之前我微博呢是单发了一个这次 S18系列的 ID 解析视频啊，把它的设计语言呢好好跟大家聊了一下，后背的镜头模组呢改变还是比较大的。这一期呢就是它的 Pro 啊大哥了啊，它搭载的是天玑9200 Plus 这颗处理器，应该差不多大概是 vivo S 系列目前来说最强的一个 Pro 了。颜色上3款我们全部集齐了啊，这台是清澈，这青是青花瓷的青，所以整个这个机器呢还是有一点点瓷质感的。然后下半部分呢是有一点淡淡的那种水波纹的感觉，做了一个渐变啊，整个机器还是很有气质的啊。镜头方面，之前的 ID 视频我们聊过啊，这次它是一个双矩形的设计，上半部分都是它的镜头，下半部分由一个柔光环和一个闪光灯组成，一个环形的，还有一个圆点的传统闪光灯。上半部分这个镜头盖呢还做了一个4曲面的处理，侧边看过去的话还是挺有质感的。然后它依旧采用的是一个双曲面的设计，整个机器拿在手里啊也比较轻薄，它只有7.45毫米啊，8毫米都不到，然后是187.8克，不过后面全部都是玻璃。黑色这台官方名字叫做玄黑，它的 AG 的颗粒度调的是比较粗糙的，也做了一块磨砂的质感啊，就统一性要更强一些。这里还有一台它的主打色花四镜。这个纹理给大家一些特写啊，你说它是花瓣也可以，你说它是那种贝母纹理也可以啊。然后它上面还做了一层淡淡的 AG 处理，注意啊，这个清澈它是没有 AG 磨砂的啊。A2C 的数据线，然后80瓦的充电器啊，全系都是统一的。3个颜色1、2、3，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，你喜欢哪一个啊？我这钢铁直男还是更喜欢玄黑一些哈。边框方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2边等宽，就是顶部和底部尺寸差不多，下巴稍微宽那么一点点啊。然后左右两侧要更窄一些，6.78寸啊。基础的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不再念了啊。这个激发亮度呢是可以达到1200尼特，我们这阵子的使用过程中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啊。一块1.5K 的120赫兹屏幕，机器的总体手感就俩字儿啊，轻薄。它的主视和广角呢都是和 X100是同款的啊，它主镜是 MX920。也是一个老朋友，然后它的长焦是和 X90是同款的啊，这次它的主镜光圈呢是 f1.88啊，具体表现如何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既然这次主打人像啊，咱们就先来看一下，有请我们百问的小姐姐豆豆啊，用她自己的话选2个词儿啊，总结一下，第一印象就是自然好看。人像模式默认美颜档位的情况下，在大多数场景里面 S18 Pro 对于肤色的处理还是非常到位的，看起来是很自然的红润白皙，并且最重要的就是4个字：发挥稳定啊！无论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样张，还是在室内暖黄光的场景下 ，S18 Pro 都可以很好的展示小姐姐的美，拍出那种自然好看的皮肤质感。即便在这种头顶就是暖黄光源的复杂情况下，也可以很不错的平衡灯光和肤色。但是 S18 Pro 对于环境的处理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到位，比如说这种不算亮的灯光打在墙面的情况下，你看这墙面的处理就明显有些问题。在人像抠像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啊，这组手臂中间的位置也得到了虚化处理啊，面对头发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保留发梢的细节，并且远近的虚化表现也还不错，比如这组栏杆前后虚化的效果也挺自然，图案也表现在处理光斑的时候啊，不能说是堪比啊，但是可以说是接近相机光学虚化的表现了。尤其在夜晚有灯光的时候拍摄小姐姐啊，自然的虚化加上光斑就很容易出片。不过默认开启的高清人像啊，有的时候会感觉用力过猛啊，显得这头发不那么自然了。当然，在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呢，还是会有抠像失败的问题出现啊，比如说这组小姐姐手里的福字，以及这组咖啡机反光的地方啊，就被识别成了背景啊虚化了。对了，我们这次还邀请了帅哥给我们拍了几张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S18 的表现如何。豆豆说，默认下美颜拍帅哥有点太娇嫩了啊，希望识别到男生的时候，这个美颜再弱化一点，可能就更好一些。当然，作为 S 系列，后置的柔光灯也是一大亮点，可以支持智能的冷暖色温调节，还支持智能的亮度调节。而且我现在就用这台手机的柔光灯在进行补光呢。智能调节可以更好地保留肤色和环境光的氛围感。相比关闭的情况下，柔光环可以更好地在暗处拍摄人像，尤其是在环境光复杂的情况下，这就是拍得到和拍不到的区别了。这种场景，即便对比相同人像2倍的 X90，S18 Pro 有柔光环的加持，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。
OK， 我们转到前摄自拍啊，无论是室外自然光还是室内，对于前摄来说较暗的这个场景里面表现都还不错。注意看，在逆光的场景下呢，也没有雾蒙蒙的那种感觉。这次 vivo S18系列还新增了一组多巴胺胶片相框，通过算法识别画面的色彩，自动搭配深色或者浅色的相框啊。相比默认的白色，确实要更搭配样张的风格啊。我们也随手抓拍了几组小姐姐的照片啊，满分10分，大给几分？我们说的是照片啊，不是小姐姐。vivo 这次还利用 AI 算法，增加了无痕消除路人的功能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类似 PS 的污点修复啊，根据周围的情况啊，重绘被遮挡的位置。在简单的场景里面，我们实测表现还 OK， 或者你想整活的话啊，就不太行了啊，会有比较明显的痕迹。传统样张里日常拍摄下啊，这个大多数 S18 Pro 都可以很好的还原物体的色彩和光影的质感啊。这次鲜明的风格呢，属于拉了一下饱和度啊，这个看起来更加讨喜的取向。室内拍摄玩具的时候，那种毛绒的质感和色彩还原也还 OK 啊。不过当前版本呢，也会出现一些白平衡不准的问题，比如这组红色挂件的色彩以及这组墙面的色彩都不太准确，有一些偏了。室内场景啊，青绿色的这个六神啊，就有点太黄了一些啊，并且我们发现它对于灯泡的处理啊也有问题。在夜景方面，默认下对于霓虹灯的处理不太到位啊，不过切换到夜景模式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默认下啊可以直接调用夜景模式呢？简单总结 ，S18 Pro 作为主打人像的手机，这个表现还是挺出色的啊。如果想给自己女朋友或者说喜欢自拍的这个小姐姐，S18 Pro 是值得考虑的。甚至拍样张的时候，这豆豆有点停不下来啊。人像嘛，这很主观啊，自己觉得好看就是正确的。在日常拍摄中呢，相比于 X 系列，那肯定就要弱一些了啊。当然，上面提到的问题，希望后面赶紧优化啊，带来更好表现。性能配置上呢，核心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，天玑的9200 Plus 啊 ，UFS 3.1配上 LPDDR5X 的这套组合。数据库实测走起。性能部分按照以往的表现啊，蓝厂配天玑也不需要太过担心。先来看一下跑分啊，对于9200 Plus 有些小伙伴可能忘了啊，安兔兔136万，给半直流单核是2000多分，多核是5500多，属于9200 Plus 的正常水平。实测数据库3.5标准的王者120高清画质，平均是118.8帧，这功耗是3.8瓦啊，温度方面是39.8摄氏度，和8.2的机型相差不大，稍落后于搭载天玑9300的 X100系列啊。原神方面3.5的模型平均是58.1帧，在压力较大的须弥呢会有一些波动啊，其他时间基本可以跑满啊，功耗是5.8瓦，温度最高是46.3摄氏度，综合表现还 OK。考虑到这台手机的定位，这星铁我们也不需要测试了啊。续航方面，5000毫安时的电池，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58%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1%，最后成绩为5小时40分钟，在数据库已测机型中的中间位置啊。这里想提一句，它最后这1%的电是真的耐用啊，仅靠这一格电啊，跑了5分钟的原神，又放了40分钟的视频。有点小震撼啊！80瓦的充电，10分钟充入28%，30分钟充入74%，47分钟前台100%充满，完全充满需要1小时5分钟。9200 Plus 毕竟是前旗舰啊，在日常使用的流畅度方面不用担心，性能释放呢感觉并不是特别保守啊，在面对一些中重度游戏场景时也可以轻松应对啊，就是它的机身温度啊，毕竟这机器是轻薄向的嘛，这基本符合预期。我们简单回看一下 X 系列的发展啊，之前是轻薄机身主打人像啊，但是性能方面呢是比较保守的啊，到了现在保持轻薄啊，人像出色的情况下，还能在性能上更进一步，这些都是 S 系列尤其是 Pro 型号的突破啊。相对旗舰来说，那肯定是不够水桶的，但是满足对应人群的重要需求，尽可能保证其他方面的体验。在这个定位里面啊，主观可以用出众来形容它了啊，毕竟想要更好的得加钱。细节配置方面，指纹啊，它也是比较靠下的啊，好在这个机器比较轻薄，所以单手操作问题并不大啊。这台机器呢也是支持 WiFi 7的，顶部做了一个微缝式的听筒，另外这台机器还支持 IP54的防水防尘啊，提醒你注意。OK， 简单总结，之前 X17系列呢在综合性上啊表现就不俗啊，这次的 Pro 呢，我觉得很明显啊，它也是想做到性能、影像和轻薄的三者均衡啊。当然，如果你单挑哪一点的话呢，你跟这个性能旗舰啊，或者说跟这个影像旗舰呢都是不能比的。但是如果把它们三个结合到一起，它是想努力形成一个铁三角啊。这个机器我觉得你线下可以实际握持一下啊，在内部堆叠和这个工业设计上呢是不太容易的。确实这机器很轻薄。它的目标人群其实也很简单啊，就是相对来说要求没有那么顶，必须得是当年的旗舰。然后在影像方面，尤其是人像方面，相对需求会明显的这一波人。OK， 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对大家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不过这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